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打算。在伊比利半岛上有3个国家，分别是西班牙、葡萄牙、安道尔。除了安道尔是以加泰隆尼亚语为主之外，其他2个则分别以西语跟葡语为主。而在大西洋另外一边的中南美洲，西语跟葡语也是这一大片土地的2大语言，但不包含苏利南以及贝里斯，因为这2个国家分别是以荷兰语及英语为主。这应该是鲜少人知道的冷知识。至于南非荷兰语跟荷兰语之间的差别又是什么，我未来会专门拍一部影片讲解。不过除了巴西是讲葡语之外，其他国家则讲西语为主，包含墨西哥、哥伦比亚、阿根廷等国家。而有鉴于西语庞大的使用人口，使得西语目前是仅次于汉语跟英语以外的第3大语言。但在今天的影片里，我们姑且不会讨论到西班牙语的部分。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下欧洲葡语跟巴西葡语之间究竟有何差异。在正式进入影片主题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葡萄牙语的语言学背景知识。葡萄牙语在全球使用人数大约有 2.75 亿人，为世界第6大语言，但主要只用在巴西，而不是葡萄牙，这点大家要留意。而这也造成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：巴西的人口多达约2亿人，为世界人口第5大国，也是南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。这使得葡语同时也是南半球最多人使用的语言。除了巴西与葡萄牙分别作为美洲与欧洲的2个葡语使用国之外，位于非洲安哥拉、莫桑比克、几内亚比索、赤道几内亚、维德角、圣多美普林西比，以及位于亚洲的澳门与东帝汶，也都是葡语使用国。但在这些地区中，有一个地方比较特别，那就是澳门。虽然澳门的其中一个官方语言就是葡语，但实际上大多数澳门人都不谙葡语。有关于我在今年4月中旬访问澳门的心得分享影片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点击右上角资讯卡前往收看。葡萄牙语隶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。我在上一部讲解法语的影片当中有说过，罗曼语族的语言都是从拉丁语演变而来的，因此罗曼语族内的语言有着相似的语法结构与词汇，而葡萄牙语也不例外，也是通俗拉丁语在葡萄牙所演化而来的。我还记得我前阵在多英国上学葡语的时候，相较于邻近的西班牙语，我发现葡语有很多发音反而跟法语比较像，尤其是鼻音以及喉音的部分。在葡语当中，母音上有波浪，就代表这个母音是鼻化音，而葡语当中的 R 有时候跟法语一样是喉音，有时候又跟西语以及意语一样是弹舌音，但喉音不会像法语那么明显，弹舌音又不会像西语及意语那么明目张胆的表现出来。光是一个 R 的发音就让初学者选择伤害发作，所以葡语就如同法语跟西语的混合。但根据我的主观经验，葡语应该是罗曼语族内发音最困难的语言，仅次于法语。但如果以目前观众不会西语跟意语的弹舌音的话，那这个排名可能就要调整一下了。反正我是会弹舌音的那一个，毕竟我要学俄语嘛，也是我的主观经验。葡语也是我认为听起来最优美的语言。顺带一提，由于葡语的使用人数的80%都住在巴西，所以外国人通常都会优先学习巴西葡语。葡语的代表国旗也通常都会是巴西国旗，这足以证明巴西在葡语圈当中有个不可撼动的代表性地位。接着我们直接跳到葡萄牙殖民巴西的历史。在葡萄牙殖民者抵达前，当时巴西主要族群为印第安人，并过着游猎采集的原始部落生活。到了15世纪，随着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海外，特别是在美洲新大陆的扩张与掠夺，这2国便逐渐成为了欧洲的海上强权，而这也开启了巴西被葡萄牙殖民的序幕。在随后300年内，巴西成为了葡萄牙的殖民地，葡萄牙语也随着海外殖民者的脚步被带到巴西，并在巴西迅速传播开来。但这也让弱势的本土原住民语言面临到更严峻的灭绝危机。跟大多数来到美洲新大陆的欧洲语言一样，葡萄牙语在巴西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，并促成日后巴西葡语跟欧洲葡语之间词汇与口音上的差距。所以接下来就进入这部影片的重点。首先，我们现在看到欧洲葡语跟巴西葡语的2个不同之处，那就是着跟 ch 的发音在巴西葡语当中更为常见。举例来说，这是日安的葡文，在欧洲葡语当中会读成 bom dia， 但在巴西葡语当中则会读成 bom dia。再举个例子，这是晚安的葡文，在欧洲葡语当中会读成 boa noite， 但在巴西葡语当中则会念成 boa noite。此外，这2个葡语的腔调也带给人不同的感受。欧洲葡语听起来比较含蓄，给人的感觉好像嘴巴没打开，所以有时候母音听起来就非常不明显。Houve mais incidente com orcas na costa portuguesa. Voleiro ficou sem leme ao largo de Peniche. Apesar dos danos na embarcação, os tripulantes ficaram bem e não precisaram de assistência médica.
É mais um episódio com orcas depois de ter havido pelo menos 3 incidentes em 5 dias. Um veleiro afundou na costa da Caparica, outro esteve em risco 3 dias mais tarde e 2 embarcações. 巴西捕鱼听起来则比较具有南美热情奔放的风格，所以发音上不会像欧洲捕鱼这么含糊不清。 O presidente do Supremo Tribunal Federal, ministro Luiz Roberto Barroso, afirmou hoje que uma de suas frustrações no comando da corte foi não ter conseguido pacificar o país. Barroso deixa o comando do judiciário na próxima segunda-feira, quando passa o cargo para o ministro Luiz Edson Fachin. Há poucos dias de encerrar a sua gestão como presidente do STF, Luiz Roberto Barroso. 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你是来自葡语国家的观众，或是你正在学习葡语的观众，也可以在影片留言区分享你对葡语的看法。如果喜欢我今天这一段，欢迎分享。我是谢谢，拜拜。